巨熊的午夜好光主线游戏午夜惊魂是2014年问世的旧手手机系列，最初是一款由单人开发者斯科特·高森制作的低预算类游戏。这款游戏的故事简单，讲述了一位在弗洛蒂分支式披萨店工作的夜间保安参考。这是一家向儿童和家庭的有利中心，保安经理短期的工作要求他观察这家仓储店。虽然工作看似简单，但是保安很快意识到这些电子报每晚都会符合，并随着夜幕降临悄悄靠近。为了生存，他必须让监控摄像头对着电子报，并在他们移动时进行跟踪，同时还要控制有限的电子电流。自那以后，系列推出了7款主线续作以及多款衍生游戏。高深一直是系列的主要开发，直到第6款游戏弗雷迪法斯熊披萨店模拟器之后，由刚芒工作室接手系列的开发工作。起源弗兰迪茶厅餐厅的诞生，故事的开端追溯到20世纪8代，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在美国每个小镇，威廉·阿弗顿和亨利·艾米丽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决定携手创办他们共同开始了一家名为未来的熊家未来的熊的家庭餐厅主题餐厅，主要为家庭和孩子提供欢乐的用餐体验。这家餐厅以其独特的机器人表演与卖点吸引了无数家庭家人光顾。餐厅的核心是2只拟人化动物机器人弗莱德熊、弹簧邦尼。这些机器人不仅唱歌跳舞，还能与孩子们互动，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奇妙的氛围。阿弗顿与艾米丽在技术与创意上的使得餐厅迅速成功。亨利擅长机械工程，设计出了精密的机器人动作系统，而阿弗顿则更专注于商业运营和品牌推广。他们的合作让未来的熊家庭餐厅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所。然而，这一切的成功的背后，却埋下了人为的悲剧的种子。阿弗顿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黑暗面，而亨利对他的信任却让他毫无防备。随着餐厅的成功，阿弗顿和艾米丽决定将品牌进一步扩展。他们在周边和地区开设了多家连锁店餐厅，其中最著名的是布莱迪法式披萨店
这些角色各具特色。弗莱迪是乐队的领袖，总是带着自信的微笑。吉卡热情好客，深谙小女孩的喜爱。邦尼是一个活泼的吉他手。福克斯则以海盗主题，吸引冒险爱好者。这些机器人在白天为孩子们带来欢笑，但他们的夜晚却逐渐被黑暗照入。表面上，威廉·阿夫顿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企业家，但他的内心却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他是一个冷血的连环杀手，他的目标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而布莱德熊餐厅和法斯熊披萨店为他提供了完美的养分。阿夫顿利用自己对机器人技术的了解，熟悉餐厅的每个角落，包括那些监控视角。他开始有计划的实行犯罪，而第一个受害者令人心碎的是亨利的女儿夏洛特·艾米丽。夏洛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经常在附近的机器人旁边玩耍，对这些朋友充满了信任。然而，在一个雨夜，他被阿夫顿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尸体被隐藏，而他的灵魂却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赋予一个名叫我的机器人身上。我原本是一个用于表演的辅助角色，但夏洛特的灵魂赋予了他生命。他开始在夜晚游荡，守护着餐厅，似乎在寻找复仇的机会。亨利对女儿的死悲痛欲绝，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合作伙伴。直到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阿夫顿的罪行便为止。于是他继续利用餐厅的混乱环境，诱骗并杀害更多无辜的孩子。他的手法狡猾而残忍，常常在孩子们独自一人时下手。餐厅的监控系统被他的故意破坏，警方始终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而黑暗欲望似乎永无止境，而他的罪行也为整个法斯熊品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弗莱迪法斯熊披萨店的第二家分店，一场令人震惊的意外打破了表面的平静。一个名叫库奇的孩子的男孩成为了悲剧的主角。这个孩子是阿夫顿的幼子，性格内向，常常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他的哥哥和一群朋友决定捉弄他，将他强行塞进了弗雷迪法
巨大的机器嘴猛地合拢，咬碎了孩子的头骨。这一事件发生在1983年，被后人称为83年咬人事件。孩子的死震惊了整个小镇，餐厅的生意一落千丈，媒体蜂拥而至，家长们愤怒地要求关闭餐厅。亨利和阿弗顿不得不暂时关闭了这家分店，但他们并未完全放弃生意。阿弗顿将责任推卸给社会公正，而亨利则深陷失去女儿和这极其悲剧的双重打击中，未能察觉阿弗顿的真实面目。哭泣的孩子死后，他的手也以某种方式留在了餐厅中。一些员工报告称，夜晚的机器会发出奇怪的声音，甚至有人称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弗莱迪的周围徘徊。这个影子后来被玩家称为金色弗莱迪。一个隐藏的机器人角色充满了神秘和恐怖。87年咬人事件，噩梦的延续几年后，另一家法式熊披萨店再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故。一名儿童在与机器人互动时被咬伤，导致前额叶严重受损。这起事件被称为87年咬人事件。与83年事件不同，这次事故发生在白天，目击者众多，受伤的孩子幸存下来，但他的生活从此彻底改变。这起事件让公众对法子熊品牌的信任彻底崩塌，许多家长开始禁止孩子前往这些餐厅。有人猜测是福克斯湖里的机械故障导致了事故，因为它的海盗钩子和尖锐的牙齿设计存在安全隐患。然而另一些人怀疑这背后可能是更深的阴谋，甚至可能是阿弗顿故意破坏机器人，以掩盖他的其他罪行。不管真相如何，这起事件迫使法子熊披萨店再次关闭分店，并对所有机器人进行全面的检查。灵魂的觉醒，5名儿童的复仇。阿弗顿的罪行达到了顶峰，他甚至探望帮你的机器人服装，在餐厅内杀害了5名儿童。这5名儿童的死成为了午夜惊魂系列的核心悲剧。他们的尸体被隐藏在餐厅的隐秘角落，而他们的灵魂却无法安息。在摩尔机器人的神秘力量引导下，
福克斯和金色弗莱迪的机器人体内。这些机器人是发生了变化，白天他们仍然按照程序表演，但到了夜晚，他们变得异常活跃，他们的眼中闪耀着诡异的光芒，动机不再是机械，而是充满了愤怒和付出的欲望。夜间的保安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些灵魂将所有成员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员工们开始报告奇怪的现象，机器人会在监控摄像头外发出低沉的笑声，甚至在无人操作时自行启动。更可怕的是，机器人体开始散发出恶臭，血液和粘液从它们的缝隙中渗出。顾客们抱怨餐厅的卫生，而一些敏感的孩子手中机器人看起来很吓人。最终，卫生部门介入调查，迫使这家披萨店永久关闭。法斯兄品牌的名声一落千丈，但阿弗顿并未就此收手。在法斯兄披萨店倒闭后，阿弗顿并未放弃他的机器人事业，他创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名为阿弗顿机器人公司，并开设了一家全新的主题餐厅——马戏团宝贝披萨餐厅。这家餐厅以马戏团为主题，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欢乐的音乐。新一代机器人更加先进，包括马戏团宝贝、小丑、巴罗拉、小熊弗莱迪和狐狸福克斯。这些机器人不仅外形精美，还具备人工智能，能与客户进行更互动。然而，这些机器人的真正目的远比表面恐怖。阿弗顿将它们设计为致命的不猎攻击，专门用于诱捕和杀害儿童。一个抓取装置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将孩子控制。阿弗顿的计划是通过这些机器人继续他的犯罪暂停，这成为他的新狩猎场。悲剧再次降临，这一次受害者是阿弗顿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对马戏团宝贝着迷，总是缠着父亲，让他靠近这个机器人。阿弗顿警告他不要靠近，但伊丽莎白并未听从。在一个无人看守的时刻，马戏团宝贝的抓取装置启动，
莎白拉入体内，瞬间夺走了她的生命。她的灵魂被困在了马戏团宝贝的继续阁中，成为了一个充满怨恨的幽灵。伊丽莎白的死让阿弗顿陷入了短暂的崩溃，但他并未停止他的计划。马戏团宝贝披萨世界因技术故障而迅速关门，但阿弗顿将这些机器人转移到了一个秘密的地下设施，继续进行实验。他试图通过机器人捕捉更多灵魂，以实现某种未知的目的。多年后，阿弗顿回到了废弃的法斯逊披萨店，试图销毁那些被灵魂附身的机器人。他用工具拆解了菲莱迪、奇卡、邦尼和福克斯，摧毁了他们的机械结构。然而他低估了这些灵魂的力量。被释放的耳朵灵魂以幽灵的形态显现，愤怒地追随着他们的凶手。阿弗顿惊慌失措，躲进了一套旧的弹簧保密机器人服装中，以为这样可以躲避我的追捕。然而这套服装早已研究失效，内部的弹簧说极其不稳定。在阿弗顿穿上服装的瞬间，弹簧说突然崩断，尖锐的金属刺伤了他的身体。阿弗顿在痛苦中失去，鲜血染污了服装，他的尸体被困在机器人内，永远无法逃脱。然而这并不是他的终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让阿弗顿的灵魂附这套服装，他以弹簧陷阱的身份重生，成为了一个比生前更加恐怖的存在。弹簧陷阱在废弃的法斯逊餐厅中游荡，眼中闪烁着恶意。他的身体破烂不堪，露出的机械零件和腐烂的血肉令人毛骨悚然。员工们偶尔进这些废弃建筑，总会报告听到奇怪的脚步声和地震的笑声。弹簧陷阱成为了法斯逊传说中工作的象征，而阿弗顿的罪行仍在继续影响着这个世界。寻找妹妹的灵魂。阿弗顿的儿子迈克尔·阿弗顿成为了故事的另一个关键角色。迈克尔背负着家族的诅咒，决心揭开父亲的罪行，并拯救妹妹伊丽莎白的灵魂。他得知了马戏团宝贝披萨世界
下设施伪装成一名技术员。他的任务是接近马戏团宝贝，找到伊丽莎白的灵魂本事并释放他。然而地下设施充满了危险，马戏团宝贝和其他机器人拥有高度智能，他们察觉到了迈克尔的意图。这些机器人不仅能伪装成无害的表演者，还能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移动。迈克尔每晚都要与这些致命的机器人斗智斗勇，同时还要面对这些的内疚和恐惧。他曾是导致哭泣的孩子死亡的哥哥之一。在设施的深处，迈克尔发现了马戏团宝贝的秘密。伊丽莎白的灵魂仍然存在，但她已经被约翰扭曲，变得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小女孩。马戏团宝贝与其他机器人尊重的变成了一个名为艾纳德的机器怪兽。艾纳德的目的是逃离地下设施，他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法，挖空了迈克尔的身体，将它变成一具活体傀儡。迈克尔在被艾纳德占据后奇迹般的存活下来，但他的身体已经腐烂不堪，他的意志让他继续前行，决心终结家族的诅咒。艾纳德最终放弃了迈克尔的身体，伊丽莎白的灵魂则分裂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机器人飞碟宝贝。飞碟宝贝继承了伊丽莎白的怨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危险。披萨店模拟器。多年后，亨利·艾米丽重新出现在故事中。他终于了解了阿福顿的全部罪行，并彻底终结这场噩梦。他与一位未露面的主角合作，开设了一家新的法斯逊披萨店。这家餐厅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营业场所，但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亨利用自己的工程技术，将探望神经、飞碟、拳击、贝纳德等所有活跃的机器人流到这个地方。亨利的计划是将所有被诅咒的机器人和灵魂聚集在一起，然后用一场大火将它们彻底的摧毁。在游戏披萨店模拟器的完整结局中，亨利点燃了餐厅，火焰迅速蔓延，吞噬了所有的机器人，包括探望陷阱、飞碟宝贝和木。亨利选择留在火场门，与这些怪物同归于尽。他的最后一段独白充满了对过去的怨恨
中的机器人被烧毁，孩子们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解脱。亨利利用自己的生命为这场悲剧画上了句号，而阿弗顿的罪行也是被烈焰吞噬。然而故事并未真正的结束，在午夜惊魂救助和午夜惊魂安全漏洞中，玩家发现阿弗顿以某种方式在大火中消失，他的灵魂化身为一种树脂病毒，潜伏在发射熊的电子系统中。这个病毒能够感染其他的机器人，甚至控制人类的行为。阿弗顿的恶意变得更加狡猾，他利用新技术继续他的恐怖动机。安全漏洞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全新的场所——费莱迪发射熊超级披萨购物中心。这是一个集餐厅、娱乐设施和购物中心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充满了高科技设备和全新的机器人叫声。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格雷格里的孤儿男孩，他无意中被困在购物中心内。阿弗顿的病毒控制了这里的安保系统和部分机器人，试图将格雷格里变成他的下一个猎物。格雷格里在机器人费莱迪的帮助下，与阿弗顿的病毒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费莱迪似乎拥有某种自我意识，他选择保护格雷格里对抗病毒的控制。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悬念，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决定格雷格里和弗莱迪的命运。然而无论结局如何，阿弗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法斯熊的世界。灵魂与机器的永恒循环，午夜惊魂的故事，是一场关于罪恶、复仇和救赎的复杂交织。威廉·阿弗顿的罪行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将无数无辜的人卷入其中。他的家人和朋友、合作伙伴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困在机器人中的灵魂不断寻求解脱，但阿弗顿的恶意却一次一次将他们拉回噩梦。亨利·艾米丽试图用火焰终结这一切，但阿弗顿的灵魂以病毒的形式延续了他的功。法斯熊的传说成为了一个永不终结的循环。新的阵地、新的机器人
和神秘感。每一个机器人，每一个事件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线索，等待玩家去挖掘。阿福顿的动机、灵魂的来源，以及超自然力量的本质，始终没有完全揭晓，这让故事充满了无限的解读空间。在这个充满恐怖与悲伤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是恐惧。法师兄披萨店的灯光早已熄灭，但那些机器人的影子仍在黑暗中游荡，等待着下一次的